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星云大师，一个人的教养不是对人礼貌客气，而是这3点让人舒服。有人请教星云大师，要怎么样才能够提高自己的修养？星云大师回答，所谓的修养，就和桌子坏了要修，衣服破了要补是一个道理。人都有缺点，所以人也需要经常的修补，修补得多了，就叫修养。星云大师接着说道，一个人的修养是其次，关键的还是要有教养。如果没有教养，就不可能会有修养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说法，一个高尚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有修养，而是因为他有教养。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。有修养的人不一定有教养，但是有教养的人一定有修养。很多表面上有修养的人其实并没有教养，他们的修养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礼貌客气而已，但是教养却是刻在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。真正有教养的人，为人处事不一定的谈吐客气，举止礼貌，但是和他们相处，你会从心底感受到一个人的教养有多大的魅力。那种发自内心的让人舒服的感觉，绝对是一本正经的修养给不了的感觉。教养源自于一个人小时候的家庭教育。什么样的人才算有教养呢？答案是，真正的教养不在于说话是否客气，举止是否礼貌，而是以下这3点让人舒服。第一点，教养是宽容，是厚道。三国时期的蜀汉，在诸葛亮去世以后，刘禅启用蒋琬主理曹纲，出任尚书令，相当于宰相。蒋琬培养了一个叫杨戏的下属，对他极为器重，而且一路提携，相当于蒋琬是杨戏的恩人贵人。但是在朝堂上，蒋琬有时候主动的找杨戏来探讨问题，杨戏却只应不答，用啊的方式来进行敷衍。朝中有大臣非常的看不惯杨戏的这种行为，他们找到蒋琬说，你对杨戏有知遇之恩，但是杨戏却总是在众人面前对您如此的怠慢，他杨戏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竟然傲慢到这种程度，简直太过分了。蒋琬听了以后，只是憨憨地笑了笑。他说，杨戏有杨戏的性格，他既不会当面阿谀奉承，也不会背后说人坏话。要他当面顺着我心意说些好听的话，不是他的本性。要他当着所有的面说我的不是，他又怕我没面子。所以杨戏是为了我着想才只应不答，我都能理解。蒋琬的宽容与厚道，既保全了杨戏的面子，也让他赢得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赞誉。对于杨戏而言，提携自己的贵人能如此的包容他的无礼，更是莫大的激励和温暖。宽容与厚道是一个人最好的教养，是一种不张扬的美德，也是为人处事最基本的修养。一个人没有宽容的雅量，就没有发展所需的格局。做人如果不厚道，则更得不到他人的认可。在这个凉薄而现实的社会，唯有宽厚之人才能够站稳脚，走得远。第二点，教养是低调，是利他。除了宽容与厚道，教养还体现现在的低调与利他。低调的本质是谦虚，与之相对的是张扬，是骄傲。曹操大家都知道，他虽然是一世枭雄，但却极为的重视人才，特别是对于身边的谋士，曹操都很尊重。比如说杨修，杨修非常的聪明，曹操对他的才智也很佩服。但是杨修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太过于骄傲，太过于张扬。他屡次自作聪明，大肆的揣测曹操的心意，
最后因为解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，而惹怒了曹操，被下令处死。曹操还有一个谋士叫荀攸，荀攸为曹操出谋划策，立下过很多功劳。有一次，荀攸的亲戚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向他提问，听说很多功劳都是您在出谋划策，不如和大家讲一讲背后的故事吧。荀攸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这都是朝廷和丞相的功劳，跟我毫无关系，背后的故事我也无从得知啊。因为荀攸的低调，直到他生病的时候，曹操都亲自到病床前来探望，并在榻下对荀攸拜礼。杨修的才智并不亚于荀攸，但是杨修的骄傲惹来了杀身之祸，而荀攸的低调让他赢得了曹操的尊重。由此可见，一个人要赢得别人的尊重，从来不是靠炫耀自己，而是因为他有低调谦虚的教养。教养不但是低调，还是利他。什么叫利他？用一个故事来说明。有个盲人，每次在夜晚出行的时候，都会请人帮自己点一盏灯。别人就问，你一个瞎子点灯，不是白费蜡了吗？盲人回答，我不是为了自己点，是给别人点，别人看到灯就不会把我给撞到了。所以并不是要给别人好处才叫利他，而是为了别人考虑，为别人着想。利他最终的结果其实是在利己。盲人不需要看路，对他自己而言，点灯毫无必要，但是他为那些看得见的人着想。有了灯，别人可以看见，同时也可以避免被别人撞倒。虽然对自己而言是多此一举，但是可以帮别人减少一些麻烦，这就是教养。第三点，教养是善良，是尊重。真正的教养是内心的善良，懂得尊重。一个人是否有教养，和他的学识有多少并没有关系。有一则新闻，一所高校花重金聘请了一位海归的博士。这位博士在生活中彬彬有礼，温文尔雅，大家都称赞他有修养。有一天上班的时候，一位环卫工在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将清扫车临时地停在博士的车前面。博士因此很生气，认为自己的车被挡住，不方便出入。尽管环卫工连连的道歉，但博士却不依不饶，不但恶语相向，还对环卫工人拳打脚踢，并叫嚣说，我有的是钱，打你一顿又怎么样？高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教养，无论他接受过多么高等的教育，无论他平时表现出多么的有修养，但他骨子里缺乏教养的劣根性，总有一天会暴露。修养可以逢场作戏，教养却骗不了任何人。真正有教养的人，对待高高在上的人彬彬有礼，对待最底层的劳动者同样会以礼相待。这是根植于一个人内心的财富，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差别。甚至一个脾气暴躁的人，如果有这样的教养，他也不会把脾气发到一个比自己弱小的人的身上。如果你想看一个人有没有教养，只要看他对待弱者的态度就知道。钱钟书晚年长期的卧病在床，他请了一个来自农村的保姆。尽管病痛缠身，但钱钟书总是不忍心太辛苦保姆。有时候晚上要起床，看到保姆睡着，钱钟书就会尽量的忍一忍。有时候非得要保姆做点什么，钱钟书也总是用很歉意的口吻提出请求。虽然卧病在床，但钱钟书始终给身边的人心存关怀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在他去世以后，他的保姆和照顾过他的医生护士全都流下了真情的泪水。他们说，钱钟书是他们见过所有人里最懂得尊重别人、善待别人的人。其实每个人都像是一块磁铁，无论在哪里，你的教养都会吸引到同等教养的人。你对别人的善良，你对别人的尊重，最终都会同等的被吸引到自己的身上。
教养就像是细节，俗话说，细节决定成败。所以，一个人生的失败者，往往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教养。其实，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以大欺小，也不是对人苛刻，而是让别人舒服，反过来自己过得更舒服。其实，真正有教养的人，是在巨大的压力下，在各种的负面情绪中，在形形色色不愉快时，还能够保持微笑、自我约束，获得知足常乐的心态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